以诺在人间活了65年，与神同行300年，总共活了365年。在与神同行的300年间呢，以诺跟随着大天使游历了天堂和太空，也看到了许多的异象，甚至还见到了神。他不仅了解到了人间和神界的各种事情和秘密呢，同时也知道了未来在人间即将发生的灾难大洪水。那么之后呢，以诺就将这些所见所闻呢全都记录了下来，而写成了这本以诺书。以诺书在很久以前就是圣经正典中的一本，但最后都被删除了。这个事件被称为尼西亚会议。在公元4世纪呢，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曾经就举行过基督教世界性的主教会议。那么这一次会议就定制了强制性的统一信条，使基督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受控于罗马帝国。所以古罗马的基督教徒们就想要将这个宗教的书籍而合成一本，于是就删除掉了其中他们认为不纯洁的内容，所以这本书《以诺书》也就被他们当成了伪典而删掉了。在1946年的某一天呢，在死海的附近有一个叫贝多因的少年，在放羊的时候，有只羊阴差阳错的就走进了一个山洞。那么为了将羊只从洞里赶出来呢，进入山洞后的少年就往这个山洞里面不停地扔石头。不过扔进去的石头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就听见啪啦一声，有一种陶罐仿佛是被打碎的声音而传了出来。出于好奇呢，这位少年就深入到了洞穴里面，其实在这个山洞中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这一次发现呢，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因为在山洞的陶罐中就发现了当前世界上最早的希伯来圣经的手抄本。此外，这上面还记载着一些预言，那么它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死海古卷。那希伯来圣经的古籍中曾经就记载，以诺呢离开了地球300年，他又回来了一次。那这次回来就带回来了很多的书卷和知识包括天使的文字、天文的数据、地理的数据，以及好多预言之类的重要的信息。那这是不是很像就是被高级文明用 UFO 接走，然后又带回了很多高科技的一些书籍跟知识，又回到地球的感觉呢？对因为这种带走又被送回来而得到了很多知识呢，这种感觉就跟我们之前讲过的海奥华预言非常的相似。而以诺书呢，还在人类起源的方面也藏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秘密。因为这本书中的内容讲的是诺亚的祖父的故事。那么在大洪水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为了守望人类上帝就将200名守望天使派往了人间。书中的守望者呢，对于人类来说是监视还是保护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书中没有相关的解释。当前我们人类对于高级文明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状态既希望能够见到他们呢，又害怕这些文明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所以书里面就提到了以诺当时第一时间回到地球的地点呢，就是今天的埃及的吉萨。那么以诺从天堂来到吉萨，有没有可能当时埃及的金字塔呢，就是以诺从天堂带来的技术而建造的呢？而这本书里还有着很多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它的内容主要是叙述大洪水之前而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刚刚说的这些记载的事情我就很好奇了，那人类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地球在发生大洪水之前，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那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的存在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故事以诺之书。希伯来圣经总共分为4类是历史书、先知书、智慧书和赞歌。那么以诺书比较倾向于先知书，书中的以诺是诺亚的曾祖父，亚当的第7代子孙。他从上帝的启示的意象中而预知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里面就说，在人类被创造之前呢，有一些神的天使在地球上行走，他们就被称为守望者。而守望者就是天使的一种职业嘛。其中守望者还分为好的守望者跟坏的守望者。他们本来呢，在地球上的职责就是观察这个世界有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神的规律运行，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会介入调整。而守望者还有一种职责，就是保护天堂的秘密不被人类知道，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天机不可泄露嘛。而人类具有单纯的欲望，经常控制不住自己如果不加以限制，被他们知道了天上的这些秘密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自身的灭亡。因为天国的一切都是有规律的嘛，一切都是按照规律在运行，就连每一颗星星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天使们也有各自的工作和职责，有规律地处理着一切人间的事情。因为他们明白上帝分给他们的任务会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一切看似自然的现象呢，其实都是神创造和安排的。比如树木会生出绿色的叶子，可以让人们在树荫底下乘凉，而树木可以长出果实，为人们提供食物。如果大家对此质疑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实验，
就是人类在观测微观粒子的时候啊，比如量子物理的双缝干涉实验。实验中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只要在实验中加入了观测者呢，不管使用的是摄像机还是电子的其他设备观测，只要把观测的记录在我们这个宇宙里呢，比如说硬盘当中或者是原子里，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马上就会改变，光波马上就会变成粒子。有没有可能在这其中就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它呢？就不让我们人类知道啊，量子物理是如何变化的，仿佛他们啊就像是会思考一样。这种类似的实验呢有很多，就很有可能就是在人间的守望者啊，在监视着人类，而防止人类知道量子物理的秘密，也就是天上的秘密。因为在远古时期，上帝就派出了200个天使来到人间，观察并守望地球，他们被称为守望者。而他们当时下落的地点呢是在黑门山，而黑门山呢就是在当今的以色列。新约中记载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带着4个门徒啊上了黑门山。本来耶稣在前面走着走着啊，突然之间门徒们就发现这个耶稣的脸和衣服都发着耀眼的白光。哇，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是那个 UFO 的那种光波传送装置。所以黑门山有可能就是类似于 UFO 传送门的地方嘛。而那些天使呢，其实就是外来的外星生物而已。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200个守望天使就开始觊觎地球上美丽又清秀的女人了。于是天使的领导者萨姆亚扎便提议呢，从人类的女人中选一个当自己的妻子，并和他们生下孩子。结果其他的天使听到后竟然都同意了。就这样，他们就和地球上的女子生活在了一起，也开始融入了人类的世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他们被称为坠落天使。而天使们也开始呢教人类一些只有神才知道的知识。他们教女人使用媚术，教男人使用冶金术，制造了刀剑盾牌和金属饰品。他们还教会了人类如何种植植物啊，而且还将一些不允许透露的知识告诉了人类，比如说占星术、星象学以及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等等。所以以诺所说的刀剑啊，也许并不是用金属做成的普通刀剑，而是指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呢。而这些原本只有神才能够掌握的知识啊，现在居然被人类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远古文明中啊会有精确的历法，而直到现在呢，人类还都不能够完全理解。之后呢，这些与坠落天使结合的女人怀孕了，并生下了高大威猛的巨人。那么这些人就是圣经中所提到过的巨人族。他们呢高300肘，300肘呢差不多就是100多米高啊。因为体型巨大，所以当时他们吃光了人类所有的食物。当人类无法再供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便开始伤害地球上的动物和人类了。所以当时的地球上尸横遍野，世界的基因因此受到了污染，人类就失去了神的荣耀，而不再和亚当一样具有神的形象。在死海古卷里面还有一本书呢，叫巨人书。虽然书已经破碎不堪，但是从这些破碎的句子中可以看出来，这本书呢仿佛就是巨人的日记。书中就是提到了这200个坠落天使啊，在诱惑人类女子之外，还找到了牛羊马啊等等多个飞禽走兽呢，每个200只，可能这些都是外星生物用来做实验而用的。所以很大的可能，书中所写的坠落天使其实就是一群外星生物，他们想把人类和动物的 DNA 相互混合，而创造出混血的怪物或巨人。最后由于实验失败，于是神就发动了大洪水。那么这一段记载是不是非常耳熟呢？没错，因为在宇哥之前讲过西秦先生所写的《地球编年史》当中啊，也有类似的记载。那里面的阿努纳奇们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当时在天上的大天使们看到了坠天使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呢，于是便向上帝请示。他们就对神说神啊，你看一看他们干的好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而神说，找到诺亚，把它藏起来，然后呢，我要让大洪水摧毁每一寸土地，净化这个世界。未来新的大地呢，将重新富饶，善良的人类啊，世世代代将荣耀和赞美我。所以审判即将到来，他们将承受永远的后果。同时他也立刻派出了大天使乌里埃尔去告诉麦拉的儿子而人间即将发生的事情，并教导他自救的方法。所以根据记载呢，以诺生下了马土萨拉，而马土萨拉生下了拉麦，拉麦就生下了诺亚。也就是说，拉麦是以诺的孙子，而上帝要大天使找到拉麦的儿子呢，就是以诺的曾孙，大名鼎鼎的诺亚。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诺亚按照神的旨意啊，制造了诺亚方舟，并躲过了大洪水的事迹。以诺还记载了坠天使的下场。他说，坠天使啊，阿扎祖埃尔的手和脚被捆绑，关在了黑暗的杜达埃尔沙漠里，永远不见天日，直到审判的那一日。而上帝宣布说啊，天使们败坏了人间，所以上帝们会重新的复兴。在以诺书中的最后呢，以诺搭乘喷火的战车，居然升落天空，
以诺的眼睛呢是曾经被神开启过的，所以呢可以看见来自于天上的神的异象，也能够看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所以以诺飘到空中，居然就飞到了一个水晶造的城堡。这时他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宫殿，放眼望去呢，周围的墙地板他说都是水晶做成的。而以诺说自己在里面呢像火一样热，一会儿呢又会像冰一样的冷。于是以诺接着慢慢往前走他就看到了火焰的雾中有个白光，是一个水晶似的宝座。以诺就顺着那个方向往前看，原来那道白光呢就是神。以诺描述呢，他像太阳一样明亮，而神就坐在那个宝座上面，他的衣服雪白，而神的脸是看不清的，因为太亮了。神就说：以诺，你要记住我说的话。于是书中就记载呢，神让以诺成为一个天堂的记录员，以后天堂里的事情都如实的记录下来。神就和以诺解释了巨人拥有了坠天使的灵魂，又有了人类的血肉的欲望，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就一定会成为恶灵。他们传给人类的技术都是一些天使一知半解的东西，而人类用这些知识让自己最终会走向灭亡。而以诺还提到了他可以俯瞰地球，所以以诺应该是被光速传到了外太空的 UFO 上面，然后从太空俯视的地球。以诺说他在那个上面的时间是比地球的时间快几百倍的。以诺他说看到地球好像是仿佛快进的那种模式，因为他说他看到了地球四季的变化，看到了太阳和月亮从哪里来，看到了月亮的背面，而且他还提到了月亮的一面是永远对着地球的，在地球上你永远看不到背面呀。但是以诺说他看到了，所以这一点呢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你说它是假的这本书，但是它里面说的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你说它是真的，那神真的存在吗？那么以诺书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有迹可循呢？我们再往下看。在1959年土耳其的陆军上尉杜鲁皮纳尔呢，在查看国家航空照片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形状。这个看似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的光滑的地形呢，在土耳其与伊朗边境的附近呢，海拔6300英尺崎岖的地形中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从图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形不像是自然形成的，而像是一艘船。那么它的发现地点就在土耳其的阿勒山，因为地点相当的偏僻所以从来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个奇怪的形状而报告。但在1948年的一场地震中把石化的泥层震破了，因此呢才被人类开始注意到这个特别的形状。虽然熟知有关诺亚方舟的传说也知道记载它最后停靠的地方正好就是阿勒山，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的下定论。于是这个上尉呢就把照片底片就交给了著名的航拍专家呢伯兰登堡博士。经过这位博士的仔细研究，他肯定这个物体就是一个船体。直到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恩·怀特和他的团队进行深入的探索他们使用金属探测器、地下雷达扫描和化学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个奇怪的地形长约157米，完全符合圣经中所记载的诺亚以300肘的尺寸建造的方舟。地质学家认为，船体原本可以靠着陆地的地方，可能是高于现在的遗址的1000尺的山体上。这个船最后是顺着这个泥石流而滑到了现在的地方。所以专家说，包括船体的泥土呢，早已经石化了，里面的木头也已经腐朽了，只留下了一些形状。除此之外呢，泥土下面确实有一个结构但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造的。他们还在右边的船体处开了一个洞在那里就挖出了很多惊人的证据。他们找到了一些已经石化的动物的排泄物、鹿茸、毛发，似乎都印证着诺亚把动物带上方舟的传说。更惊人的是，他们还找到了一块已经石化的木头经过观察得出结论是，这块木头竟然是用3块木板以及有机的强力粘合胶粘合成的。实验室的分析还发现了木板中有钉子，这足以证明了久远年代以前的建筑技术相当成熟。无独有偶呢，托马斯曾经在一家与美国空军有联系的航空航天公司担任 UFO 研究员。他自1949年以来呢，就钻研灾难学。在1963年的时候，托马斯出本了一本书名叫《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在这本书刚出版不久呢，居然被 CIA 禁止发行。在书中呢，托马斯就认为人类的文明不只有一次了，而是经过了多次毁灭之后重新发展起来的。他在书中提到，地球的磁场每经过一定的时间呢，就会发生反转，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毁灭性的灾难，而一次次的摧毁着人类的文明。托马斯在书中还说到，地壳大漂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不是几千年或者是几百年，而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完成。那么在地壳漂移的过程中，不仅会引发火山、地震、灾难等等同时还会引发毁灭人类文明的大洪水。而托马斯在书中预言了下一次这样的灾难发生的时间呢，他推测将会发生在2016年到2166年之间。
而托马斯认为这场地质灾难是周期性发生的，造成了人类文明多次毁灭，所以使人类一次一次的又回到了石器文明发展的阶段。他认为呢，世界各地流传的神话传说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托马斯还提到了现今社会呢就充满着罪恶、水源的污染、大自然的资源耗尽贪婪等等。或许呢，灾难的出现能够阻止一切再败坏下去，并且让大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呢恢复到原来的纯净。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未经证实的事情不要太当真哦。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哦。别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汤的频道哦。拜拜，拜拜。